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是南澳岛。我手上这个小包包里面就是大疆的 Air 2S 无人机，它的名字里面已经没有 Mavic 这个词了，它的全称就叫 DJI Air 2S。它这个大改款让我这种常年在北京没有什么时间飞无人机，甚至已经忘了遥控器应该怎么用的人，忽然又燃起了要飞无人机的兴趣。然后我们在来之前看天气预报显示这里是晴空万里，但是来了以后，先是起大雾，又是起大风。你要知道，大风的话你就飞不动，大雾的话你就看不见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只能硬着头皮拍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平凡开箱。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包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它这里面有一个机身、一套螺旋桨、2套螺旋桨、3套螺旋桨、3块电池，还有1套的充电器，还有1套4个 ND 镜。之前我给我爸买了一个 Mavic 2 Pro 的套装，它的售价要12298，但是这一包 Air 2S 的套装它仅需8399。如果你不买套装，只买一个机身的话，它要6499，所以你还不如买这样一个套装，里面什么都有。接下来来说一下这台机器的画质。这台机器呢，它的感光元件是1寸底，而之前的 Mavic Air 2它是1/2英寸的感光元件，它的感光元件面积大了4倍，也就是说这个画质要好非常的多。而另一方面，它的视频最大分辨率是5.4K， 这个超过了之前所有的 Mavic 系列无人机之前的最高标准呢是4K， 现在是5.4K。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镜头是一个 f2.8 的恒定光圈，那么大疆非常贴心的提供了一整套的 ND 滤镜，这样你在非常强的光照条件底下呢，仍然可以获得一个非常自然的运动模糊。最后要说的一点是，大疆的 Air 2S 提供了10比特 log 的录制方式，这样的动态范围非常的大，后期的空间也很大。对于平凡开箱这样的 HDR 节目来说，这样的素材底子就让人非常的开心。很多年不飞无人机以后，第一次起飞还是非常的紧张。我把最高高度设置在了150米，把最远距离设置在了2公里，以防止我玩嗨了，这个机器就飞跑不见了。
那么这一次大疆对他们的天线系统进行了改进，首先就是原来前面2根垂直的天线还在，另外他们在后机翼上又加了2根这个水平的天线，以2种不同的方式再向你的图传发送信号。在实际飞行的过程中，我飞到最远，飞到最高，也没有出现延迟或者画面卡顿或者提示你信号弱的情况。这还是给我增加了非常多的安全感。我做了很多项目，但是每一次要飞无人机的时候，都是我的好朋友潘天红来掌机的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即便经验很丰富的人呢，如果你的图传不稳定，他心里也会紧张，也会感觉不安全，也会很快的按下一个返航键，让这个飞机尽快飞到一个你眼睛可以看到信号比较稳定的地方。所以说，在产品设计上面增加用户的安全感，还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那么从原来的 Mavic 系列到这个全新的 Air 系列，它都属于大疆无人机的民用产品或者业余产品。那么在这个产品线上呢，辅助拍摄功能就变得非常的重要。在之前的机型上，你已经可以通过图传上面，用手指画一个圈，画一个框，让这个镜头锁在你的画面主体之上，让它自己来飞。那么在这一代的 Air 2S 上面，他们加入了一个更神奇的辅助功能，叫大师镜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只要学会把这个无人机飞到天上去，然后把无人机对准自己或者对准某一个东西，框定它，摁一个绿色的按钮，它就可以在天上以自己预设好的很多种方式给你拍足3分钟的素材。用无人机拍视频从来没有这么简单过。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是买着一个无人机，把它放到天上去，然后一切就交给机器来自动的完成。谢谢大疆给我寄了这一整套的 Air 2S 套装，它让我能够有更多的理由去到祖国的各地去拍摄美丽的风景，而不是待在北京这个小小的办公室里面。谢谢各位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好，现在是我们整个南澳之行的尾声，一个光辉灿烂的尾声。为什么呢？我刚才在耍酷，就是飞嗨了。你在一个山顶上倒着飞，然后把飞机飞到了山的那一边的树上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你看，就这个画面上面，这个图传上面，你还能看到无人机现在上面无法挣脱的最后的影像。虽然它已经再也回不到我的身边，但是我还能够把最后一段素材给以远程的方式传回来。Amazing！ 天哪！